妹妹当众调戏钢琴家沈卷无果后，派人砸了她的琴，废了她的手，将她囚禁在别墅里，做一只金丝雀。沈卷差点没了命，我将她救出，治愈她，陪她复健。终于，她的手恢复如初，钢琴演出一举成名。我轻抚小腹，以为苦尽甘来，可她却在妹妹结婚那天把我丢到了国外。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和冉冉分开？原来她有情感障碍，早就爱上了虐待她的苏冉。我救她，她却恨我拆散了她的爱情。最终，我被流浪汉凌辱，惨死在垃圾堆里。再睁眼，我又回到了沈卷在宴会上被调戏羞辱的那天。重生后，我在苏冉的生日宴会上见到了20岁的沈卷。昔日清冷孤傲的少年，像个玩物一样坐在那里，纤弱的脖颈上拴着银色的铁链，脸色苍白脆弱。大家看我的狗漂亮吗？它可听话了。苏冉扬起唇角，指尖抚摸过沈卷白皙的胸口。众人嗤笑，落在沈卷身上的目光鄙夷又流连。除了我。姐姐，你怎么不笑？苏冉走近，戏谑地叫了我一声。明明我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苏冉只是在我被拐的那几年里，爸妈收养的替代品。可当我终于被认回来之后，他们却舍不得送走苏冉，甚至冷落我，偏爱她。她有恃无恐，经常在人前羞辱捉弄我。学校里洗墩布的脏水，我尝过；订书器穿过耳垂的痛感，我试过。所以这次众人也是习惯性的噤声，等着看我出丑。只有沈卷转头望向我，枯井无波的眼里闪过一丝期待。当初我爸一时兴起，想弄个慈善家的头衔，就给贫困地区捐了几座学校，又挑了几个孤儿接到城里资助学业。沈卷是最出挑的那个，他不仅学习好，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我喜欢他身上干净的气质，只是沈卷的皮相太惹眼了，苏冉也看上了他。可惜苏冉娇蛮惯了，他看上的若得不到就要毁掉，所以当沈卷拒绝了他之后，他就恼羞成怒地派人砸了他的琴，废了他的手，将他囚禁在别墅里，做一只金丝雀，还在他的脖子上系了狗链子，时不时就带出来公开羞辱。上一世我对沈卷有好感，看他被苏冉折磨得快没命了，就于心不忍地救了他，治愈了他的手，让他在钢琴的世界里重获新生。我陪他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以为苦尽甘来，谁知他却在得知苏冉结婚的那天把我带到了国外。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和冉冉分开？苏洛，我恨你。原来他有情感障碍，早就爱上了虐待他的苏冉。我救他，他却恨我拆散了他的爱情。他把我丢在异国穷巷，任由我被流浪汉凌辱，最后被活活捅死，丢进了垃圾堆里。而那时我已经怀了沈卷的孩子，孩子在我的身下化成一滩血水，那些痛苦都还历历在目。我死死咬着牙，此时此刻只恨不能上去将那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狠狠撕烂。见我不理会，苏冉凑过来，用只有我能听清的声音叫嚣着：姐姐，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被我这样折磨，难受吗？你看，爸妈都不愿意将你的存在公之于众，你该知道这个家里没人欢迎你了吧？只要你愿意滚出京市，我就放了沈卷。原来是这样啊！虽然不受父母喜爱，但我这个真千金仍然是苏冉的心头大患。他生怕哪天一个不注意，我就爬得比他高了。我忽然很好奇，如果沈卷知道自己不过是苏冉用来威胁我的工具时，会是什么表情？我平静地笑了下，妹妹，你的狗爱怎样就怎样，与我无关。苏冉愣住，一直沉默的沈卷也忽然脸色大变，霎时红了眼。他挣扎着不顾圈住的铁链想要走来，声音嘶哑落落，却在起身的一瞬轰然倒地。哦对，这时候的他因为被长期虐待，身体虚弱得很，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宴厅里的二世祖们冷眼看着他，爆发出嘲弄的笑声。对他们而言，早就司空见惯，没人会为了沈卷这么一个玩物跟苏家的掌上明珠过不去。沈卷摔得很重，可他却又像不知道疼似的，慌乱地往我身前爬。终于到了我的脚下，他才颤声开口：我是沈卷啊，洛洛，你不要我了吗？熟悉的称呼让我愣住。上一世沈俊只有情难自抑时才会这么亲昵地叫我洛洛，但他的动作却丝毫不会联系。一个又一个的黑夜里，他发疯似的咬上我肩头，带着刻在骨子里破坏欲。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困于那段黑暗的日子，想从我这里享受到征服的快感，所以我没有抱怨，甚至主动接纳。现在我才明白，他只是单纯的想折磨我。一股恶心的感觉袭来，我不受控制的后退一步，狠狠扯开了沈卷，并警告苏冉，能不能看好你的狗，把我衣服弄脏了。沈卷睁大双眼，脸上的表情近乎空白，他似乎不信我竟会说出这种话。毕竟在他没被苏冉囚禁之前，一直都跟我处于朦胧暧昧的感情状态，这也是上一世我救他的原因。我以为
他是爱我的，可谁知道他后来竟会爱上凌虐他的人呢？苏冉被下了面子，气急败坏地踢了沈卷好几脚，狠狠骂着：沈卷，你还真是一条贱狗！骂完，苏冉又开了一瓶红酒，狠狠地从他的头上浇了下去。湿漉漉的黑发搭在他的额前，红色的酒液顺着眼角流下，更为他添了几分脆弱清冷的美感。从头到尾，我都冷冷地看着。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细血，看来我不在时，你们玩得还挺热闹。宴厅瞬间安静，是石燕来了。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却留着利落乖张的红发，荒诞冲突的搭配，却意外地将她衬得禁欲又多情。她是石家的接班人，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人说她和苏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苏冉立刻换上笑脸，挽上石燕的手臂，撒娇道：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阿燕哥哥。石燕却懒洋洋地把胳膊抽了出来，有事说事儿，别拉拉扯扯的。可苏冉却不在意她的疏离，依然满心满眼都是他。我在心里冷笑，看见了吗，沈俊，即便不是我，你也永远不可能跟苏冉在一起。在苏冉的眼里，一个废人又怎么跟石燕这个天之骄子比？我嗤笑，扫了一眼沈卷，却见他并没在意苏冉和石燕，只是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的腹部。一股异样感油然而生，难道他也重生了？那一瞬间，从四肢百骸蔓延上来的寒意令我颤抖。可这时，我的手里却忽然被塞进了一张卡片。我愣愣地抬头，只见石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支开了苏冉。此刻，在别人看不到的角度里，她正微微弯唇，磁性的声音轻飘飘地落进我的耳畔：苏大小姐应该也不想一直被鸠占鹊巢吧？想谈谈吗？来这儿找我。我捏着那张房卡，低笑，小石总该不会是想跟我在床上谈吧？没想到石燕看似乖张不驯，实际却挺纯情。她轻撩了下眼皮，表情不动声色，耳尖却微微泛红。如果你喜欢在床上谈的话，也行。上一世，我和石燕的交集十分有限，记忆里她不怎么穿正装，总是散漫慵懒的样子，耳骨处还打了耳钉，就是个玩世不恭的弟弟。可我却没想到，在我死后，他竟是唯一一个冲出来为我报仇的人。上辈子我死后，灵魂并没有直接消失，而是被困在沈卷身边。沈卷捏造了一系列谎言，他扮演着深情的男友，说我在国外遭遇了意外，提及我的名字时几度哽咽，甚至他还在我的葬礼上装模作样地弹奏我生前最爱的曲子。所有人都说沈卷爱惨了我，只有我恶心的要死。可灵魂状态的我根本没办法拆穿他。偏偏石燕出现了，他打断了沈卷在葬礼上故作深情的表演，叫来了一众记者，投屏放出了沈卷在我生前精神出轨，偷偷去跟苏冉开房的视频，让沈卷在镜头前身败名裂。他又拿出沈卷在国外跟流浪汉交涉谋杀我的证据。我不理解，从我的死讯传出来到沈卷带着我的骨灰回国，装模作样的举办追悼会，总共也就10天而已。石燕几乎是不眠不休的查出了这一切。最后他红着眼跟沈卷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会场乱作一团。我想去帮他，可我的灵魂却越来越弱，意识也越来越淡，直到我彻底被一道白光吞噬。再睁眼，我就重生回到了这一年。这时石燕已经走了，只给我留下了这张房卡。所以石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当晚我用那张卡打开了1206的房间门，灯光昏黄，清淡的雪松味飘在空中。石燕正站在落地窗前，擦着湿漉漉的头发，闻声懒懒地抬眼过来。来了呀，姐姐，语气熟稔，就好像是在等我回家一样。我站在门口望向她，视线一时间不知道该落在哪里。这是一具和沈卷完全不一样的身躯。沈卷瘦弱，皮肤白皙，自被囚禁之后身体就不太好，隐隐有种病态美。而石燕无论是水滴蜿蜒而下的腹肌，还是微微滚动的喉结，都在昭示着她旺盛的。我顿住，别过眼神。石燕却笑了，其实你离近点看，我也不在意，毕竟以后人都是你的。我一步步走近她，试探，你该不会对每一个初见面的女人都送房卡当礼物吧？石燕叹气，无奈道，初见面都见第5次了，你怎么还不记得我呀？见我不动，她走过来，低头看着我，老爷子说家族联姻，我必须得娶苏家的女儿。苏冉是假冒的，你才是苏家真正的女儿。我有点意外地挑了下眉。苏冉和我那爸妈可一直都在对外瞒着我的身份呢，你是怎么查出来的？问完，我眼神下瞟，却不由自主地被他的腰线吸引。石燕却不再给我反应的时间，姐姐，你的眼神太犯规了。说罢，直接揽过我的腰。经历过上辈子的惨死，我对这种亲密接触产生了下意识的畏惧。石燕感觉到了什么，竟然出声安抚起来，
姐姐，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我也不会让别人伤害你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停下。他眼神明亮，语气里竟然带着一抹心疼。见我没有推开他，石燕试探着吻了下来。他的吻不像沈眷那般强势，更像是细水长流的缠绵，还带着点讨好的意味。倒在温暖的毛毯上的那一刻，他轻啄着我的耳朵，嫁给我吧，姐姐。有了石家夫人的位置，你想做的事会更容易。与其喜欢沈眷那个废物，你不如试试跟我。见我不应，他又添上了几句，如果你不愿意，现在喊停还来得及。我仰头看他，多么俊美的一张脸，不比沈眷赏心悦目多了。我轻笑，抓着他的手，在他眼底暗流翻涌时，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而我自己则在上位俯视着他。石燕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原来姐姐喜欢这样啊。她很上道，立刻装出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眼尾泛红，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我心念一动，捏着她的下巴吻了上去，一直到泡澡时，石燕都没有厌足。她再次抱上来的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心惊了一下。还来？我趴在石燕的肩头，望着镜子里双眸泛红的自己，忽然笑了。高端的猎人往往会伪装成猎物的样子。我当然知道，在这之前，石燕见过我5次。第一次是我被认回苏家的那天，我蹲在院子里哭，而他站在苏冉身侧，远远地朝这边望了一眼。第二次是大学运动会时，我不小心用篮球砸掉了他的水。第三次是他被女生纠缠时，我冷着脸从他和女孩中间穿过。第4次是学校元旦晚会，我故意挑走了他身边的男生做舞伴。第5次是酒会上，我故意将他认错，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猜猜我是谁。在他抓住我手心的刹那，又故作惊慌地抽离，说自己认错了人。每一次都短暂仓促，但也足够作为爱情的开端。石燕小我2岁，却因为成绩突出，连跳2级，跟我上了同一所大学。我一步步撒下甜蜜的诱饵，本是想着利用它来抢回那些原属于我的东西。可上辈子自沈眷出现后，我就放弃了计划。我以为石燕不会对我上心，收手也还来得及。毕竟苏冉追在他身边那么久，他都冷得像块冰。谁知他竟然比我想象中纯情得多。我才随便撩了几次，他就说要娶我了。回忆起上辈子石燕得知我的死讯，为我报仇时头破血流的样子，我抱他的力道更紧了一些，眼睛泛起雾气。石燕立刻紧张起来，怎么哭了？我微扬着头，让眼泪流得更好看了些。石燕，我不是什么好人，你想清楚了？真要娶我？经历了上辈子，我当然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表情最吸引人。石燕果然心疼极了，她贴着我的耳唇，姐姐，你还可以再坏一点。顿了一下，她语气带了几分醋意，颤声试探，还是说你现在还是喜欢沈眷？我捧住她的脸，破涕而笑。石燕，做这种事的时候，别提那种扫兴的人。她愣了下，耳廓通红地亲住我。好，果然呐，眼泪是对付男人最好的武器。那天之后，石燕带我住进了她的别墅。如果不喜欢这里的装修，你可以自己设计，我再置办一套新的。我诧异，你怎么知道我会设计？石燕笑了，我还知道你会拉小提琴，你的愿望是想办一场自己的独奏会。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经纪公司，让你站上舞台。等等，他知道的好像有点太多了。是的，我会拉小提琴。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有一个万人瞩目的舞台，只是上辈子为了照顾沈眷，我放弃了一切。沈眷双手废掉之后，每次看我拉小提琴时，目光都阴郁的让我难过。他无法接受自己再也弹不了钢琴，而我却还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为他放弃了小提琴，专心致志地陪他四处求医看手，直到他治好了伤，一举成名，成了钢琴家，而我则成了为他鞍前马后的经纪人。最后我失去利用价值，就被他彻底丢进了垃圾堆，那些痛还历历在目。而这一世，石燕却已经效率极高地给我安排了经纪公司。是啊，我的理想也该重新拾起来了。我忽然就变得忙碌起来，而苏冉那边却好像虐待沈眷上了瘾。他见我上次在宴会上没上钩，就变本加厉。姐姐，看看沈眷这副快死的样子，你真不心疼吗？他把沈眷绑到床上，戴上颈圈，甚至扒了他的外衣，拍各种角度的照片给我。照片里的沈眷清冷又屈辱，看起来孱弱可怜，有一种诡谲的病态美。起先我没有理他，他却不肯放弃。我知道你喜欢他，要是不想他被我玩死，你最好带他滚得远远的。你知道吗？沈眷在发烧昏迷时，居然还在念你的名字。其实你们早就有一腿了吧？还装什么呢？随着照片和小视频越发越多，我知道他急了，我却不介意再多刺激他一下。你养的这条狗身材确实不错，衣服都脱了，你不睡岂不是亏了？照片这么精彩，
需不需要我发给你的实验哥哥看看？一听说我要把照片发给实验，苏冉立刻就怒了。苏洛，你别不要脸了，你以为实验哥哥会理你吗？我笑，你猜呢？你敢？苏洛，你会后悔的。从那之后，苏冉和沈卷那边终于安生了2个月，但我知道他们也没闲着。我买通了苏冉的保姆，保姆发来消息说，虽然不知道沈卷最后是怎么说服苏冉的，但神奇的是，苏冉不再虐待他了，相反，还对沈卷的身体上心起来。他带着他去各地奔波，看医生，甚至还让沈卷在我爸爸面前露脸，插手生意上的事。终于，在苏氏拿下城南地段的商务晚宴上，我见到了笑容艳丽的苏冉，以及西装革履、金贵疏离的沈卷。他们自2楼款款而下，并肩站在一起，竟好似天造地设的一对。苏冉笑着凑到我面前，含笑挑衅：“姐姐，看到了吗？沈卷现在成了爸爸的左膀右臂，还是我推荐的。以后这个家里更不会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我扫了一眼沈卷，却见沈卷也正目光阴郁地盯着我。苏冉立刻挡在我们中间：“姐姐，你应该很后悔当初没带走他吧？要不然你的日子肯定会比现在好过点，至少不用背着小提琴四处奔波了。就你那点演出费，还不够塞牙缝的。”我嗤笑了下，狗就是狗，难道穿上衣服就能当个人了吗？苏冉一梗，冷冷地翻了个白眼，走了。说起来，沈卷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入了我那位父亲的眼。前世他只是个弹钢琴的，在商业运作上并没有太突出的才能展现。他是怎么帮助苏浩独吞下城南那块地的？我一时走神，思绪回笼后才发现，这里竟然只剩下了我和沈卷。沈卷正双眼微红地凝视着我，我转身要走，他却极为隐忍地喊住了我：“洛洛，你不要我了吗？”那股违和的熟悉感又出现了，只是他才叫了我一声，就忽然转过头去，猛地咳嗽起来。虽然西装革履，却掩不住病态的脸色。毕竟被苏冉虐待了那么久，他那个身体可不是短短2个月就能治好的。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上辈子我为给他治病治伤，不仅出钱出力，还努力学习炖汤做菜、中医食疗，如抽丝剥茧一样，才慢慢把他身体养好。现在苏冉急着让他在我父亲面前长脸，自然没那耐心，他只会给他用猛药罢了。看够了他生病孱弱、狼狈不堪的样子，我冷漠地转身，他却再次上前，不死心地拽住了我的手腕，香槟洒了一地。洛洛，你也重生了对不对？要不然你那天一定会带走我的，你不会忍心把我丢给苏冉的。他声音哽咽，语气更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卑微，近乎是在讨好我。我用力抽出手腕，恨不得立刻冲到卫生间去洗手。沈卷看出我眼底的嫌弃，脸色一白，他用一种快要碎了的眼神望着我，声音嘶哑地解释：“洛洛，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症吗？上辈子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我只是病了，我心理状态出了问题，才会认不清自己的心意。失去你的每一天，我都在后悔。后来我自首了，警察给我请了心理医生。洛洛，我的心病已经治好了，我根本就不爱苏冉，我恨他。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补偿你好吗？我不用你陪我去医院治疗，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钱，给你很好的生活。你嗨。”他语气一急，又痛苦地皱眉咳嗽起来。看来他这个身体已经被苏冉折腾得不成样子了，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活该呀。这次我没忍住，狠狠地抽出手，甩了沈卷一巴掌。沈卷，你真让我恶心，我都死过1次了，他后悔有个屁用。当我哭着给他打电话求救时，他不后悔；当我被国外的流浪汉压在身上时，他不后悔；当我奄奄一息地被丢在垃圾堆里时，他不后悔；等我断气死了，等我又重生了，他跑过来说后悔了。我心头怒火激烈，憎恨的情绪随时都要突破牢笼。然而还没等我歇斯底里，就听见了苏冉的大喊：“苏洛，你在什么？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沈俊是你这个贱人能打的吗？”他听见动静，一路小跑过来，跋扈地挡在沈卷身前。我冷冷地站起身，反唇相讥，连自己的狗都看不好。苏冉，除了仗着爸妈的宠爱为所欲为，你还有什么用？苏冉气急了，扬起手来就想打我。我没再惯着他，直接拽住他的胳膊，还顺手砸了一个红酒杯。再说一句我不爱听的，这玻璃可就对着你的脸扎下去了哦。苏冉立刻变了脸色。苏冉身边的小跟班姐妹们看不下去了，开了口：“苏洛，你也太不要脸了，你不过就是苏家的一个养女罢了，冉冉好心让你这个土狗来参加宴会，你怎么可以这么欺负她？”话音落下，人群交头接耳，指点和鄙夷纷纷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人站在后面拍视频。苏冉这下又不怕了，有恃无恐地看着我，得意的嘴脸都快掩盖不住了。我鄙夷地笑了一下，意有所指地反问：“哦，你们说谁是养女？当然是你。苏家收养了你这个孤儿，
这些年你吃苏家的喝苏家的，你不是养女，难道冉冉是？别搞笑了，人家冉冉是实打实的千金大小姐，好不好？我听完笑得更厉害了，这可不一定。我还没说完，苏冉就一下子心虚了，匆忙地打断我，闭嘴。保安呢？还不快把他赶出去。话音落，人群里挤进几个保安，其中一个上来就要拉我胳膊，我正想挥开，却忽然被一股力气向后拽去，砸进了温热的怀抱里。石燕把我轻轻抱住，胸膛起伏着，声音低沉，谁敢动我的人？一时间场面寂静，有人倒吸了口凉气，这是石总的女朋友？苏冉怔怔地站在原地，失神地看着我，随后楚楚可怜地问道：安燕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石燕淡淡扫了苏冉一眼，让开。苏冉不乐意，还想再闹，只是他一看到跟在石燕身后走出来的人，就彻底蔫了。苏氏集团创始人苏浩，也就是我那个血缘关系上的爸爸来了，他身边还站着一位美妇人，正是我的亲生妈妈叶瑶。他们夫妇二人的目光轻飘飘地掠过苏冉，最后定在我的脸上。我装作如沐的姿态，乖顺地叫了他们一声爸妈。爸爸朝我点了点头，而妈妈的嘴角则浮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意，勉强算是和蔼。场上众人脸色各异，尤其苏冉眼神更是充斥着恨意。他们夫妇两个走上高台，我爸爸手举红酒，面容平静却威慑力十足。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了，那就顺便给大家介绍下我的女儿吧。苏冉霎时白了脸，他的小跟班凑上去问：怎么回事？你爸糊涂了？他的女儿不就是你吗？苏冉狠狠地瞪他一眼，滚！妈妈站在爸爸身边，已经优雅地朝我伸出手。她穿着高定礼服，连每一根头发丝都恰到好处地诠释着她富贵端庄的身份。目光含笑地等待我时，她就像是在等着展示一件商品。我从容地在她的召唤下走向前，经过苏冉的时候，低声道：麻烦让一下，我亲爱的妹妹。苏冉的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是啊，她从前所喜欢的，所依仗的，如今已经全都是我的了。哪怕叶瑶和苏浩这对父母的感情依然会忍不住偏心他，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的存在，否则苏氏和石氏两家的合作就会泡汤，那可是上百亿的项目，在金钱面前牺牲掉苏冉这个毫无血缘的养女，又算得了什么呢？苏冉终于意识到了我的计划，阴沉地问道：是你？苏洛，爸妈不喜欢你，你就故意跑去勾引实验哥哥了，对不对？贱货，你这算什么本事？我脸上笑容泯艳，却在经过他的时候偷偷贴在他的耳边，怎么不算本事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太多不公，我又是被拐，被找回后却又无法认亲，明明是亲生，却不得不背着一个养女的名声，被父母忽视，被鸠占鹊巢者虐待，被真心所爱者背叛。即使重活一世，凭我一己之力，也很难与资本家父母抗衡。实验是我最好的合作对象，拿捏一个男人的心，让其为我所用，怎么就不行了呢？我在万众瞩目下一步一步走上前，牵住了叶瑶女士的手。妈！叶瑶女士的表情无懈可击，甚至隐隐含泪，把一个慈爱温柔的母亲演得十分到位。之前是我们弄错了苏洛和苏冉的身份，其实苏洛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洛洛，让你受苦了，我与她相拥。如此母女情深的场面，谁又能想到，就在前天，当我去找他们谈判，用价值100亿的合作项目逼迫他们在人前公开我的身份时，他还在歇斯底里骂我不懂事，说我这种自私的贱人不配当他的女儿。在众人一片死寂的沉默里，石燕率先鼓掌，恭喜苏伯父终于肯认回自己的亲生女儿了。话里的揶揄，明眼人都听得懂。苏浩却仍旧能淡定地握住我的手，将细眼足：苏洛，这么多年委屈你了。我却望向苏冉，他正用一种恨不得将我剥皮吃肉的眼神瞪着我，但他反应还算快，知道在人前装一装。他走过来，皮笑肉不笑，故作亲昵地挽住了我的手：姐姐，我真为你开心，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呀。我平静地看着苏冉，看着她敢怒不敢言的表情，笑了。一家人也对，毕竟亲生的和手养的，总归都是爸妈的女儿嘛。以后我和石燕的婚礼还需要你这个妹妹来做伴娘呢。底下瞬间哗然，惊诧过后，众人又了然。在这个豪门圈子里，谁家没有点狗血大戏？懂的都懂了。于是一道道戏谑的目光落在了苏冉身上，他们在等着苏冉的辩解和反抗。毕竟苏冉这些年作威作福，可一直自诩是石燕的未婚妻。该演的戏都演完了，下来之后，很多人来找我敬酒，其中不乏从前那些对我白眼相向、冷嘲热讽的人。这个圈子本就如此，今天高楼起，明日高楼塌，以利至上，只要有金钱利益，仇人都能变朋友。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应付到最后，终于还是疲惫地捏了捏眉心。石燕问我是不是累了，我还没摇头，苏冉已经忍不住冲了上来，
哭着质问实验：“实验哥哥，你到底把我当做什么？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最后竟然想娶苏洛这个贱人！”实验还没开口，我爸已经沉着脸走过来，低声警告他：“你在闹什么笑话？不嫌丢人？你姐姐和实验的婚事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苏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前段时间他一直带着沈眷在外地看病，我跟爸妈的交易他是不知道的，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从前将自己宠上天的父亲怎么会说出这么重的话。爸，你不是答应了我只会认我一个女儿，以后还会让我嫁给阿燕哥哥吗？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认下他？只要你不同意，他就不可能嫁过去。妈，你不是说过我才是你最疼的女儿吗？既然这样，你们就说啊，去告诉他们要嫁进石家的人是我。如果真的让这个贱人嫁给石燕哥哥，你是要我被所有人笑话吗？你就不怕他们也笑话你吗？苏冉越说越激动，他甚至忘了他口中的另一个对象石燕就站在我身边呢。石燕的脸色越来越冷，我爸妈的眉也是越皱越深。最后我那位一贯端庄的母亲忍无可忍了，甩给苏冉一巴掌：“闭嘴！你在威胁谁？”这一巴掌我妈用了很大力气，苏冉半边脸当下就红了，嘴角沁出血迹。她愣在那里，随后大哭道：“好，这个家容不下我是不是？那我走，你们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了。”苏冉抬脚就向外跑去，偏偏她还不死心，边跑还边注意这里的动静。只是从前被众星捧月的金圈小公主，现在却没一个人出言劝止，给她台阶下。苏冉崩溃了，又折返回来，开始软声哀求：“妈，你真的不管我了吗？”而我的母亲叶瑶女士嘴唇翕动，明显有些动容，却依然别过脸，没有理会她。我冷笑，揶揄道：“妹妹，你可以去孤儿院找找自己的妈妈，兴许还能为你主持公道。”苏冉气急，又想打我。这一次，石燕和沈眷同时出了手。石燕把我往怀里拽，而沈眷则抬手拦住了苏冉。苏冉脸色苍白，不甘心地瞪着沈眷，气到冷笑起来：“怎么，连你也护着他？你知不知道，当我把你快死了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他时，他说你什么？他说你是狗，死了也活该。”沈眷眼眶通红，颤声道：“都是我欠他的。”说着，他又不甘心地看向我，语气近乎哀：“洛洛，你难道就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你以前明明那么喜欢我。”“有啊。”我打断他。沈眷原本淡的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我却笑了一声：“祝你早点死。”沈眷一僵，表情几乎不可置信，整个人摇摇欲坠。我却懒得再看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拉着石燕就走。才宣布婚讯没几天，石燕就开始带着我去试婚纱了。我的心境有点复杂，毕竟一开始我只把石燕当成合作对象而已，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爱与不爱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结婚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利益捆绑，更何况他长得帅，技术又好，哪怕抛却利益，只谈床事的话，他也会让我灵魂愉悦。可石燕显然并不这么想，他看我的目光如看珍宝，炽热深情的眼神，就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赤诚少年。婚纱是他花了大手笔请知名设计师为我定制的，光设计稿就有30多套，经过反复筛选，最后空运回国的是15套。试穿时我心不在焉，他却小心翼翼，还认真地陪我一起换配套的西装礼服，每试一套他都不忘拍照。试到最后，我一翻手机才发现有个安静如鸡了大半年的微信群，忽然诈尸一样的弹出了999条信息，起因竟然是万年不发话的实验，今天居然发消息刷屏了，陪洛宝是穿婚纱。虽然公司事情很多，但洛宝跟我撒娇了，没办法，女人嘛。有合适的海岛可以推荐，买岛结婚用。洛宝说喜欢海景，这套珠绣小拖尾设计的一般般吧，好在穿它的人比较好看，戒指已经送了，可洛宝好像不爱戴，他说钻石太大，戴着不方便，是不是嫌我买的不好？要换吗？在线求助，挺急的。实验一露面，整个群都炸了锅，不知不觉就飙到了999加。最后甚至发展到开始盖楼发红包，提前祝我们百年好合的地步，我有点傻眼。洛宝，他说的是我，实验他好像忘了我也在这个群里。终于在他又一次拍照准备编辑信息时，我没忍住，挪鱼的问了出来：“洛宝是谁呀？他什么时候跟你撒娇了？你公司事情多，你不是说今天放假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才来带我试婚纱吗？”实验愣了一下，终于意识到了什么，红着脸，表情尴尬，还交织着几分害羞：“姐姐不喜欢，我就不发了。”语气乍一听还算乖，仔细一琢磨，却又好像带着点茶里茶气的委屈。他早就摸透了我的喜好，订婚之后也一直在叫我姐姐，他知道的，我好这一口。看着他明亮炙热，仿佛盛满了星光的眼睛，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实验，当初说好的，我和你是合作，我知道。”他低头苦笑了一声，
表情难掩落寞，连眼底的星光似乎都极淡了下去。可沉默了须臾之后，他又重新抬起了脸，站在落地窗前，目光懒洋洋地俯瞰这座城市。苏洛，你做过梦吗？我做过一场很真实的梦，梦里的你没看上我，而是看上了沈卷，而我就一直傻不拉几地暗恋你。我本来想把你抢回来，可我看你那么喜欢他，甚至为他放弃了一切，我就不忍心打扰你。可他最后却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所以我醒来之后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改变那个梦。苏洛，跟我结婚，你把我当成合作对象也好，当成报复别人的工具也好，都没关系的。顿了顿，他忽然回过头来看向我，夕阳透过落地窗柔和地映在他的侧影上，衬得身穿西装的他比平时更多了几分暖意。他张扬地笑了一下，反正在我心里，娶到你，你就是我的老婆了。我直接怔在原地，怪不得这一世的发展轨迹很多都变了，怪不得他会在最初的那场宴会上打断我和沈卷的闹剧，怪不得他会拨开人群，生涩却又大胆地往我手里塞下那张房卡，怪不得他会在我抗拒站立时心疼地贴在我耳边安抚我，让我不要害怕。我以为是孤军奋战，原来早就有一个人在为我披荆斩棘。所以那真的是梦吗？还是说做梦只是委婉的说法，他是怕吓到我才故意说的似是而非，死人才会重生。我看着实验，不禁再次回忆起我灵魂消散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幕。他头破血流，脸色惨白，却还执意要给我报仇。实验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微微泛红的眼睛，怎么突然哭了？婚纱太多，是累了吗？要不我把这些都带回去，等你回头有时间了再慢慢。有时候心动和治愈就是一瞬间的事，懒得解释了，直接亲吧。我吻上了他。和实验准备回去的时候，沈卷出现了。微信群里人不少，实验发了照片之后，有不少人发了朋友圈送祝福。沈卷大概是也看到了，竟然追到了这儿。实验让他滚，他却固执地看着我，眼眶猩红。洛洛，我想和你谈谈。实验不肯放手，甚至想揍沈卷。我叹气，抓住实验举起的手，干嘛呢？还想暴力互殴？马上结婚了，你想把酒席摆到拘留所去？实验一时无语。我拍了拍他的手，让我去吧，没事的。毕竟我和沈卷之间也确实该了断一下了。实验冷冷地瞪着沈俊，又看了看我，最后妥协，那我就在车里看着你，有事就叫我。我点头，然后跟着沈卷走到了路边。冬天真的太冷了，前世我死的时候就下着雪呢。我在一处路灯下停了下来，沈卷沉默了很久，才嗓音嘶哑地说了一句：你穿婚纱的样子很美。我皱了皱眉，不耐烦道：沈俊，你跑过来纠缠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他表情痛苦，声音发颤。洛洛，我也想祝福你，可是我真的没办法眼看着你穿婚纱嫁给别人，你明明应该是嫁给我的呀。我嘲讽地看着他，你不是想娶苏冉吗？这一次我不阻拦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不是的，他慌忙打断了我，甚至直接抓住我的手往他的脸上扇去。洛洛，我知道错了，你打我好不好？只要你能出气，怎么打我都行，只要你别嫁给实验，我会很努力赚钱的。我厌恶地抽回自己的手。沈卷，你能不能要点脸？明明你把我丢在国外，让人打断我的腿，害我被人凌辱杀死，难道重生就能抹平你的罪名了吗？我不像你，我不是受虐狂，不可能爱上一个玩弄我害死我的人。沈卷怔然，眼泪掉了下来。所以你真的不要我了？我没说话，冷漠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他脸色一白，背过身去咳嗽。起初我以为他还是被苏冉虐待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又或者是这几天太冷了，他得了重感冒。直到他忽然痛苦地弯下腰，吐了一口血，我这才发现他比1个月前见面时更显病态，身体消瘦，脸色也更憔悴了。我皱眉，沈卷，你怎么了？说话时我还往后退了一步，可别是什么传染病。他冷淡地把唇边的血线擦去，看着我后退一步的动作，眼眶红得厉害。洛洛，我时间不多了，我不会打扰你太久的。他翻出一张手机照片，是他拍的诊断结果，他竟然已经肺癌晚期了。我想起上次在酒会上咒他早点去死，没成想他竟然真的活不长了。我沉默地看着他半晌，最后终究还是没忍住吐出了2个字：活该。这时这座天寒地冻的城市忽然下起雪来，沈卷穿着黑色的大衣站在雪里，清冷地自嘲起来：是啊，我活该。上一世失去你的每一秒，我其实都在后悔。实验来找我算账，我失手错杀了他，背着2条人命，我坐了牢，又被判了死刑。也许是我太后悔了，死前的最后1秒，我竟然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他是系统，可以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当然立刻就答应了。可是洛洛，你却不要我了。事已至此，我忽然觉得
就算再听到什么离奇的事，都能接受了。原来这就是我们能重生的原因吗？所以代价呢？我淡淡地问。重生、逆转时间，这种好事会无缘无故地降临在一个背负着2条人命的变态身上？我不信。沈卷低眸，扫了一眼自己指尖上残存的血迹，眼神悲伤，苦涩地笑了下。代价已经不重要了。他不明说，我也猜到了，大概就是以他寿命做交换之类的吧。但这又关我什么事呢？沈卷，我不会感谢你，也不会原谅你，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我抬脚欲走，却再次被他拦住。沈卷擦掉眼泪，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的腹部。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一个答案。洛洛，那时候你是不是有了我的？因为我收拾你遗物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孕检的单子。没错，沈卷，我和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可是被你亲手害死了。沈卷整个人摇摇欲坠，或许是痛到了极致，他竟然开始又哭又笑，神似癫狂。哭着笑着，他又吐了一口血。他这副疯癫样子，我实在没兴趣再看下去，转身离开。走出几步之后，身后忽然传来了沈卷嚎大哭的声音。洛洛，我没回头。听说那晚沈卷一直没有离开，直到天越来越黑，他吐血晕倒在了大街上。最后是一个好心的路人帮忙打了急救电话。在那之后，沈卷又给我发过几次信息，我没有再回复。日子平静，却暗流涌动。按照跟父母的交易，我成功进入了苏氏集团，并拿到了30%的股份，成了仅次于苏浩的第2大股东。我忙得脚不沾地，练琴、筹备演奏会，外加参与集团的股东决策会。至于苏冉，从前吃喝玩乐，全然没学过生意上的事。得知我拿了股份之后，就开始闹腾爸妈，死活也要进集团。当然，他没能如愿。对我们那对父母来说，他这个骄纵无用的养女早就成弃子了。苏冉怎么可能甘心？就算进不去集团，他也要在结婚这件事上压我一头。1个月后，他抢在我婚礼之前，先宣布了自己的婚讯，对象是沈卷。他特地打电话来挑衅，姐姐，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做我的伴娘啊！沈卷要想隐瞒什么，向来是滴水不漏，就像上辈子他跟我演了那么多年的恩爱。而这次在苏冉面前，他也把自己的身体情况也瞒得很好。苏冉也是个傻的，他只当是自己以前虐待他，害得他身体不太好而已，连他快死了都不知道，还想靠沈卷打翻身仗呢。而这段时间，沈卷确实只用了2-3个月，就一跃成了圈中炙手可热的新贵。苏冉开口求情，我爸听得烦了，就随手给了沈卷一个机会，他却捷报连连，甚至还扩张了苏氏集团版图。而我既没帮忙，也没阻止，毕竟现在我也是持股30%的人，有钱不赚，那才是傻的。没多久，沈卷就向我爸要了请求，他想娶苏冉。苏浩爽快地同意了。他们结婚那天，石燕与我一同出席。姐姐，你陪我说说话吧，我一个人很无聊。动动脚趾，我都知道他想说什么。果然，才没2句，他就又装不下去了。哼，苏洛，你后悔吗？如果你当初带着沈卷走了，哪有我今日的风光？早晚有一天，沈卷会帮我把你手上的股份抢回来。看见满城的黄玫瑰了吗？那都是沈俊铺给我看的，还有这婚纱。苏冉特地转了个圈，他说我穿这个好看，花了800万定制的。他还没说完，我就淡淡的抬眼打断了他。你喜欢黄玫瑰，可我记得你不是更喜欢红玫瑰？你难道不想想沈娟为什么偏偏要给你买黄色的？苏冉一愣，你什么意思？幸福的礼钟敲响，我轻轻嗤笑了下。每离红毯近一步，我便会和苏冉说一句话。起先，他还沉浸在即将嫁为人妇的喜悦里，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你知道黄玫瑰的花语吗？是消逝的爱。我以前喜欢的花就是黄玫瑰，所以你还觉得那满城黄玫瑰是沈娟给你铺的鲜花吗？还有这套婚纱，你知道为什么穿在你身上摇摇欲坠，快要把整个胸脯露出来吗？因为那是他按我的尺码买的。还有，等沈娟给你戴上钻戒时，你记得注意一下它的分量，莫桑钻不值钱。哦，对了，这些话其实不是我想说的，是你的准新郎跪在我的面前告诉我的。我告诉过他，这样很恶心，可他非要做这种事来恶心我，也恶心你，懂了吗？苏冉正住脚步，惊讶地看着我，不可能，你骗我！满堂宾客好奇地看过来，沈娟一袭白色西装站在舞台尽头，向苏冉招了招手。你骗我！苏冉犹豫了2秒，还是选择甩开我的手，向沈娟走去。真可惜，那里可是地狱呀！这时石燕过来，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计划一切顺利。我点点头，抬眸看向前方那对新人。沈娟正面无表情地牵着苏冉，只是苏冉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漾开，便僵在了脸上，因为她那套所谓花了800万定制的婚纱被新郎踩掉了，露出无限春光。宾客们轰然，
苏冉则尖叫着蹲下身，却被沈眷捧住了脸，然后在苏冉以为沈眷要帮她的那一刻，啪嗒，苏冉脖子上多了一个项圈。开心吗？苏冉，以后你也是我的狗了。沈眷的笑意渐渐扩大，带着病态的疯癫，而苏冉则越来越惊慌。她想逃，却被沈眷死死扣住了脖子。从今天起，我会享有你的一切人身权利，特别是监护权，懂吗？苏冉猛地落下泪来。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我？你就不怕我爸爸弄死你吗？沈眷盯着座位上的上位者笑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爸爸，你救救我，你快打电话压住这些照片和报道，我会死的。爸爸，可惜我们那位父亲已经没心思回应他了。沈眷手上的2个项目套牢了苏浩手上的现金流，而石燕和我则趁机出击，直接架空了整个集团。现在我手上已经有47%的股份，是苏氏的第一大股东了。苏浩第一时间接到了电话，得知真相之后受不了打击，当场中风晕倒了。至于我那位看似端庄的母亲叶瑶，她在外面跟好几个男人欢爱的视频证据就捏在我的手上。她一向以富太太自居，既看重脸面，又舍不得眼下奢侈的生活，生怕暴露了自己这些丑事。3个月前，她就是被我养起来的妻子了。从那之后又过了半年，我跟石燕扯了证，又去海岛办了婚礼。至于沈眷和苏冉2个人，则成了圈内有名的狗夫狗妻。因为沈眷以前当过苏冉的狗，而婚后沈眷就日日夜夜地折磨苏冉，苏冉渐渐地疯了，一见人就开始学狗叫。最后他被沈眷丢进了精神病院里，沈眷最后的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锲而不舍地给我打电话，希望能最后见我一面，可我正忙着跟石燕环游全球度蜜月，嫌他晦气，我一次都没去看过，甚至连他的电话拉黑，微信屏蔽。再回国时，沈眷已经不在人世了。听说他告诉医生自己是孤儿，没什么朋友，以后不会有人来给他收尸了，所以他干脆连遗体都捐了。我终于打开手机，解开之前的微信屏蔽，准备清理掉他生前的信息，这才看到沈眷临死前还录了一段视频给我。视频里沈眷脸色苍白到几近透明，穿着宽大的病号服，瘦骨嶙峋。他薄唇嗡动，眼睛红彤彤的，含着泪光，颤声告别：洛洛，以后我陪不了你了，也不会再打扰你了，就到这儿吧。希望我这辈子的选择是对的，祝你。他顿了顿，镜头的最后忽然笑了一下，祝你蜜月快乐，下辈子别再遇见我。我静静地听完看完，然后清除拉黑，世界瞬间清静了。我转头看向窗外，前年开败的花，今年又在盛放。全文完。